来说双鱼座9月、10月的整体情况，双鱼呢现在容易有新的计划或者是新的一些情况在进行，而且呢这个计划是因为别人而连带产生的一些影响，也就是说不完全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意愿，多少受到身边重要的1对1关系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父母、同学，他们有一些事情，你因而在做一件新的一个事情或者新的尝试。双鱼座呢9月、10月也很有机会去处理一些家庭内部啊、公司内部啊、未来自己的下家、下个地方啊，还有房屋、店铺、公司、子女生育等等方面的事情，布局或者是切换到你未来要待的地方和住所。同时你也可能会发现你的家庭里面，或者说所在的团体里面、集体里面，你的周遭范围里有那么1、2个人是有点问题，或者是有些地方是有问题的。所以近期双鱼也会因为一些事情更看清人心的一种险恶，人间的一种险恶，一切的发生都似乎在告诉你不要太天真，没有一步到位或者说理所当然的一些东西。情谊这个东西是要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那双鱼原本是一个跟俗世俗物一点都不沾边的星座，你们很多的选择都是基于爱、情谊和自己的发心，但是9月、10月却让你们利字当头，因为跟你交往的对象，你们再志趣相投，也是带有利益、目的和现实的考虑的，让你不得不要留一手。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一些考验，其实是在你的一个内心的考验。你很清楚，如果不从现实考虑，要么有一方有损失，要么呢两败俱伤。但是呢，整体提醒一下双鱼，就是不要着急。行运这里看到双鱼现在的这个新计划，或者是你渴望达到的一种状态，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和流程的。你现在觉得有些东西哪都不太好，是正常的，就像盖房子一样，它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快的话，明年2月份之后；慢的话，明年6月份之后，双鱼可以把某一个东西建构完成，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状态建构完成，或者是完成你必要完成的一些使命和任务，开始能够进入到一个更自由啊，或者是更开心的一个新阶段，到新的地方。那个时候你说，哎，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是想要过我想过的生活，谁都不要拦我，谁都不要管我，是可以的。那今年的9月到10月呢，这个时候双鱼呢还处在一个新的起步的阶段，好坏不一定啊，因为每人星盘不一，有一些双鱼遇到的情形是蛮复杂的，比如说有口舌，跟家人、领导、同事身边的意见不合啊，或者是纠葛纷啊、诉讼啊等等，所以呢你的身体比较累，或者是心也是非常疲倦的状态。那有的双鱼遇到的可能是相反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很棒的合约、项目、合伙啊、投个资啊，或者是有重要的客户啊、重要的贵人啊、很重要的一个任职啊等等，你面对的是一个如果应对的好，能够去有很大的好的转变的机会。所以呢，无论如何你都不敢轻易的想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凡事你都要跟别人商量，跟别人确定之后才能够安心的去定。因此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工作生活的节奏你会感觉不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受别人的一个影响和打乱比较大。但无论如何，此时肯定有一些新的情况是需要双鱼去正面的沟通、表达和诉说出来的。9月23日太阳就进入到双鱼星盘的8宫了，27日水星也会加入，整个10月都处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10月双鱼你对于自己和身边人理念立场合不合这件事情会有更深刻的一个体会。理念不合就是你怎么样做都是错的，那也要注意一些损失。但是如果理念一致，可能也会签到大单，有很关键的一些机遇或者是重要的贵人出现能够帮你。所以双鱼这2个月呢，把握一个好运关键，就是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非常仔细的去调查一番，要反复的确认查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比如说你身体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那平常放任就放任算了，但是9月下旬到10月双鱼要立马去查，或者是找一个专家去看一下。面对工作、读书项目也是如此的，你这个时候越谨慎，其实结果会越好，对你越有利。如果双鱼你这个时候把自己是铜墙铁壁啊，所有的坑你都能发现并且避开，或者说并且去应对，那么你就会获得很大的一个利益和回报，可能有新的生意或者是新的合作合伙的机会再向你走来。因为双鱼这2个月也走了很旺的偏财运，巨蟹座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够让你动气，这是9月、10月巨蟹行好运的关键词。因为我回来的比较晚啊，所以就9月、10月2个月一并给大家做月运的一个解析了。那除了刚才那句之外，还有一句呢，希望巨蟹座的朋友这2个月要牢记在心，我们活着的意义是活着本身，不必再去寻找其他附加意义。我们并非为谁因谁而活，也非为了目标啊、理想啊、意义感而活。人生在世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生活是属于你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体验，而非经由他人的看法或者是他人的生命去体验的。那提这2句呢，是因为人际关系的一些奇人怪事啊、悲欢离合啊、喜怒哀乐啊，是巨蟹9月、10月很容易在事业生活当中颇有体会的关键要点所在。那火星呢，在9月5日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星座巨蟹座的位置了，要待到11月3日，所以这段时间你们会比较暴冲。这就意味着巨蟹朋友会在近期你们身边的人际圈子啦、接触的人、接触的一些工作、读书、涉猎的领域啊，很容易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意料之外的发展走向。比如说因为差旅、培训
聘、外派、考学等等，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你要对接跟以前不一样的人，面对不一样的一个圈子，人际体验是颇神奇，甚至是有点怪异的。不论是面对新人还是面对故人，总会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呢，也源于火星的一种加持，让巨蟹会更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别人知道你们是这样子想的，有一种憋不住的感觉。不论对方是谁，你都比较愿意去讲两句。这个行运啊，尤其如果你是做销售、做生意类工作的巨蟹，很有机会去拉拢一些老客成新单，跟对方加深某种连接，也适合打点走动原本的一些人脉关系资源，就原本它就存在的，但这个时候你们适合走动，不太适合硬刚。尤其是9月5日火星进来之后，9月中旬这10天要注意沟通方面，一些口舌啊，以及文字语言，你经手的这些方面要注意。可能你会特别容易感觉有人不尊重你，或者是没有自信，内在没有安全感，或者说你给别人这种感觉，这种状态对于巨蟹是不利的，要避免顶撞、对立、冲突，尽量奔着现实的利益去和谈、去协商。这个时候金星会给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一种加持的力量。此外呢，在工作读书当中，9月巨蟹都应该去重视珍惜原本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说原本在做的项目、旧的一些知识、旧的错题，此时可以温故而知新。你如果要展开一些什么新的计划，其实也是需要建立在原本的基础你就做得不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有可兜底的一些预备方案，或者说你已经都摸熟悉、摸清楚的一个基础上，再去尝试新的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再去进一步的去推进、去扩大。勿很着急的去开始新的去干一些东西，多聊、多听、多观察、多分析，先全盘吃的透一点，再去着手去做会更好。比起做什么呢？9月巨蟹其实更关键的是要避免重蹈覆辙，就是拦住自己或者拦住身边的人，去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再做错的，不能够再做的，你要想清楚。9月、10月工作生活，如果这样想清楚的话，就没有大问题，也不容易破财或者是错失一些机遇。天蝎近期啊，只会在需要你出现或者是亮相的时候有所表现，其他的时候你们都会倾向于在自己的宇宙世界里面去探索研究自己喜欢的一些人事物，或者是躺一躺，或者你会思考人生，想想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也对应到这个时候免疫力偏弱啊，身体要注意一点，因为呢天蝎应该是12个星座里面对于一些现实环境的变化灵敏度排1位的一个星座，所以呢你们在一些环境啊或者事情发生之前有一种奇怪的直觉和感应，你们对于年底这波比较波动的天象其实已经有感觉了啊，有的会体现在天蝎的健康，有的会体现在你们的心态和现实。比如说你感觉需要低调一点，感觉少说话才能够少错，或者是你冥冥中感觉到自己要转型啊，要跨界啊，要去新平台等等的，感觉到它好像有一种新的变化要来临，但是好像还有一段所谓的阻力，或者需要熬着探索的路不是很太平。那我必须要说天蝎这个感觉其实是对的啊，因为今年的秋冬天天蝎的运挺特别的啊，就是9月、10月到明年的1月、2月啊这段时间，尤其如果你是跟这种资本啊金主啊跟一些银贷啦、金融机构还有业绩分红有关联的天蝎的话，这个秋冬可能是决定你会不会被资本选中，会不会有一些资源也好、款也好，或者是一些工资收入也好，到你的这个天蝎的口袋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并且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当下的选中，它关乎到未来，也就是它会影响到天蝎未来的发展，影响比较久远。就比如说未来的2-3年，天蝎会在哪，会跟谁合作合伙，会跟谁签约，会发展定位在哪个级别、哪个关阶、哪个阶层，包括你的交往到什么阶层的对象，都跟这个秋冬天有关。你们此时这几个月所做的事情和一些表现，在后续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酵事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天蝎啊，也有可能不是你自己，有可能是你身边比较重要的人正在经历很关键的时期，能够决定或者是深度影响未来的一些走向的时期。而这个未来呢，势必也会影响到天蝎，所以也是跟你有关的。那工作职场当中呢，10月天蝎虽然很想要躺，但是你应该要忙，要让自己去赴约啦、去开会啊、去工作啊、去读书啊、去考试啊等等的。有的天蝎此时有一点点厌世或者是避世的一些心理啊，对于周遭的一切容易失去信心、耐心，失去关心，觉得自己好像为什么那么惨啊，就是不受上天的眷爱，或者是你也不惨，你事业各方面发展的挺好的，但是你觉得累、心累，或者是有一种空洞感，你很想要什么都不管，但发现没有一个东西自己能够放下的，你还做不到一切舍弃下来，所以一边累着一边熬着，还挺让人心疼的啊。但行运客观来看呢，你们确实不应该停。木星呢10月10日在8宫逆行，火星11月4日呢就进入到天蝎星盘的事业宫了。我说不能停的原因是，这是一段不进则退的时光，要么你就熬出头往前跨一步，要么呢这个运就有点
感觉被埋没、被抛弃的一个样子，所以还是拼吧。天蝎此时面对的不确定因素还比较大，就是当别人要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话，或者说你要盈利呢，就是一瞬间。但是呢，如果对方要把资源撤走的时候，不买账的时候，他也是说翻脸就翻脸的，或者说一些情况的变化是很迅速的，很难捉摸的。所以天蝎这个时候和身边的人的一些彼此的忠诚度相对来说还不是很高，就双方都没有那种我一定认定你，或者说某个事情一定是发财的，某个方向一定是好的，这种认定感是没有的。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天蝎就可以去启动自己的守护星火星以及吉星木星的一个位置的能量，靠着毅力，靠着专业，靠着实力，靠着口碑，这3年很关键的都是靠这几个，就从24年到26年。那今年的10月到年底呢，是很关键的一个口碑期。那要稍微提醒一下呢，就是这个口碑啊，它不仅指的是天蝎事业上的口碑，也很容易包括你的一些隐私啊，你的私生活啊，你私下的一些形象的一些口碑营造。